听好了，我不跟你绕弯子，我直接告诉你，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就是你家庭运势的转折点。你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烦恼，存不住的钱，夫妻之间莫名其妙的争吵，努力了半天却什么也没得到，根源很简单，只是没人给你点破。所以我现在要求你立刻伸出你的手，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把小铃铛也打开。这不是在求你给我面子，这是在为你自己争取一份能改变全家气运的智慧。你连这一步都不愿意做，后面我再讲多少金玉良言，你也只能听个零头，因为你下次再也找不到我了。好了，既然你选择留下来，那我就把接下来这些话一字一句说给你听。这是关乎你和你伴侣一生乃至3世修来的福报。我常对来请教我的朋友说，人这一辈子，年轻时看父母，中年后看伴侣，晚年时看儿女，而这一切的根基，从你成家的那天就埋下了。如果此时此刻你和你的老伴正好是接下来我要讲的这2个生肖组合，那我真心实意恭喜你，这是3世修来的福报，是上辈子积攒下来的善缘，在这一世开花结果了。万物相生，和气生财。一个家庭能不能财富稳固，能不能历经风雨不倒，晚年能不能享清福，儿女能不能省心，根本不用去外面求神问卜，看看夫妻的生肖组合就知道了。有这2个组合的夫妻，天生意气相投，性格互补，家里怨气少和气多，哪怕年轻时再穷再苦，哪怕白手起家住在出租屋里吃咸菜馒头，老天爷也注定给你们家留了一个巨大的财库。这个财库会在中年之后慢慢打开，让你们越老越有钱。而且这份福气不仅能让自己安享晚年，更能福泽3代，让子孙后代都跟着受益。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夫妻生肖组合有这么大影响力？难道只是古人随口说的迷信？当然不是，这背后有极其深刻的天地运行法则，要从我们老祖宗留下的群经之首《易经》的智慧说起。《易经》讲一阴一阳之谓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夫妻的结合不是2个个体的结合，而是2个完全不同的能量场在一个屋檐下重组融合。你们每天生活在同一片空间，呼吸同一片空气，吃同一锅饭，情绪、念头、脾气无时无刻不在相互影响、相互激荡。这相当于在家庭中建立了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小天地。这个小天地的阴阳磁场是否和谐，决定了这个家是蒸蒸日上还是江河日下。家和万事兴，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因为和气能生财，和气能养人，和气能招来贵人。如果夫妻生肖相克，性格极度不合，天天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吵架，相互指责抱怨，家里的气场必然造成致命的混乱和冲突。这种冲突在能量学中就叫做漏财磁场。就像你辛辛苦苦拿着一个桶去打水，桶底却有一个大洞，你跑得再快，打上来的水再多，最后也全部漏光。赚再多的钱也因为家庭内耗而花光，因为吵架而失去理智，做出错误决策，因为互相埋怨而把温馨氛围破坏殆尽。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内心充满安全感，长大了也难以有大出息。相反，如果夫妻生肖天然相合，属于6合或3合的组合，彼此的能量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和防护罩。这不仅能防小人，更能把天地的财气自然吸进家门。因为你家里没有窟窿，你打的每一桶水都能存得住，积少成多，自然就富足了。这就是不花1分钱
最顶级的家居风水，比你去请什么吉祥物调整什么家具摆放都要管用10倍100倍。讲到这儿，我要再次提醒你，如果你今天觉得这些话有道理，觉得对你有所启发，你就必须马上把这个频道订阅起来。我不是在跟你商量，这是在告诫你，因为人的记性很差，缘分很浅，你今天不抓住，明天系统就不给你推送了，到时候你再想听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连找都找不到。我见过太多人第一次听我讲话觉得好，但懒得点订阅，结果过了几个月家里出了问题，又跑来问我以前讲过什么，他自己都记不清了。所以你现在就点了之后，我们再继续往下讲。你或许会问，那什么样的组合才是老天爷特别眷顾的呢？接下来我把这2个神级组合掰开揉碎了讲给你们听。第一个神级组合就是生肖鼠和生肖牛，这在民间俗语中被称为子丑六合，财来库守。属鼠的朋友无论男女，天生具备一种敏锐和机灵。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例子。我以前在讲座时遇到过一对做小生意的夫妻，丈夫就是属鼠。他们最开始在菜市场摆摊卖调料，那个丈夫特别善于观察，他发现周围几家饭店的采购员总是固定时间来买货，他就留了个心眼，通过聊天打听到这些饭店每个月大概需要多少货。他回家跟妻子商量说，咱们不能只守着摊位，可以把货直接送到饭店后厨去。虽然单价低一点，但量大稳定。这种敏锐的商业嗅觉，就是属人天生的本事。他们总能在别人司空见惯的地方发现机会，嗅觉极其敏锐，最擅长寻找商机，开拓财源。但是属鼠的人往往有一个小缺点，就是想法太多，变化太快。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个，有点沉不住气，而且容易丢三落四。这时候他的伴侣，也就是属牛的妻子，就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位属牛的妻子非常踏实稳重，做事有条不紊，把家里的账目记得清清楚楚，进货出货的每一笔流水都工工整整。当丈夫兴冲冲想一下子扩张到10个饭店时，妻子就会冷静算一笔账，告诉丈夫我们的送货能力只有2辆3轮车，如果一下子接太多货送不过来，反而会得罪客户。丈夫听了妻子的话，稳住了脚步，一步一步来。3年之后，他们真的做到了那个区域最大的调料供应商。这个例子生动说明了属鼠和属牛的能量互补，这在易经中代表水土既济，一内一外。这对夫妻可能没有多少轰轰烈烈的浪漫，平时也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甚至可能互相唠叨几句，但他们却是默契度最高，最能共同白手起家的黄金搭档。一个负责在外面攻城略地，开源引流，一个负责在后方巩固阵地，节流守财。到了中年之后，家庭的财富会像滚雪球一样，因为有稳固的坡道和充足的私学，自然越滚越大。晚年注定富足安详，不愁钱花，儿孙也跟着沾光。如果你和你的老伴正好是这一对，那我要真心恭喜你，你们的家庭根基已经非常稳固了。只要继续保持这种一个主外一个主内的默契，未来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第二个要讲的神级组合，就是生肖虎和生肖猪，俗称寅亥六合，福禄相生。这个组合在生活中特别常见，也特别有意思。属虎的人天生有一种王者之气，有抱负，有威严，做事情雷厉风行，说一不二。但有时脾气却是比较急躁，带有极强的阳刚之气。我认识一位企业的老板，他就是属虎的。
他告诉我，他在公司里开会的时候，下属都不敢大声喘气，因为他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稍有不满意就会拍桌子。但是他回到家里却完全变了一个人，原因就是他的太太是属猪。这位属猪的太太性格非常豁达乐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情绪极其稳定，而且包容心极强，是那种温和的阴柔之水。每次这位属虎的老板在外面应酬喝了酒，或者在公司因为业绩问题心情烦躁，回到家里拉着脸的时候，他太太从来不会跟他硬碰硬，不会说你在外面受了气回来冲我发什么火，而是会默默去厨房给他煮一碗热乎乎的面条，然后坐在他身边轻言细语地问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有时候甚至不用说话，只是那种温柔和缓的气场，就能让属虎的人瞬间冷静下来。这正是在相学中所说的以柔克刚，水木相生。属虎的人是木，属猪的人是水，水生木，木的水而茂盛。属猪人的温柔和包容，像一汪清泉，能瞬间化解属虎人急躁的脾气和满身的戾气。因为家里没有戾气，充满温馨和安宁，这对夫妻的子孙后代通常会非常聪慧。因为孩子在一个情绪稳定的环境中长大，内心充满安全感和爱，他们的智商和情商都能得到最好的发展。而且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孩子通常非常孝顺，因为他们从小就看着父母如何相互包容、相互扶持。这种言传身教比任何大道理都管用。更有意思的是，属虎的人在事业上因为有属猪的伴侣在背后默默支持，他们的决策会更加理性，不会因为一时冲动而犯下大错。所以在中年之后，他们特别容易遇到贵人相助，事业上能够实现大的翻身和突破。他们不仅自己这一辈子过得好，更能把这股温暖的福气传承给下一代，真正做到福泽三代。如果你刚好符合这个组合，别忘了在评论区留下家和万事兴这几个字，来确认这份殊胜的福报。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光留言还不够，你还要做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立刻把这个频道分享给你的另一半，让他也看到，让他也知道你们这份缘分的珍贵。同时，你必须订阅我的频道，这不是我缺你这个粉丝，而是我要确保当以后我讲到更深入的家庭经营之道、财富积累之法时，你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不会因为错过而后悔莫及。你现在不订阅，将来某一天你遇到困惑了，想找个人给你指点迷津，你翻遍整个平台都找不到我，那时候你就知道今天这个动作有多重要。说到这里，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观众非常着急，心里就像被猫抓了一样。他们会问，曾教授，我和老伴的生肖是相冲的，比如属鼠的和属马，这是子午相冲；比如属虎的和属猴的，这是寅申相冲。我们确实感觉平时总是吵架，意见不合，难道我们注定就是命苦吗？难道我们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吗？看到大家这么焦虑，我心里也很不忍。其实大家完全不必把心提到嗓子眼，因为我要告诉你一个最高级的心法，一个能扭转乾坤的秘诀。夫妻相配，重在人心相通，重在彼此的那一份真情实意。生肖只是先天带来的一粒种子，而口德和修养才是后天浇灌的雨露和阳光。如果你们生肖不合，改运的方法其实简单到让你不敢相信，那就是管住自己的嘴，学会低头，学会发自内心的去赞美对方。我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案例。有一对老夫妻，他们都是我的老熟人，
老先生属马，老太太属鼠。按照生肖来说，这是最典型的相冲。年轻的时候，他们确实吵得很厉害。老先生脾气火爆，老太太又比较敏感，经常是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街坊邻居都觉得他们要过不下去了。但是后来老先生生了一场大病，在医院里住了很久，老太太没日没夜地照顾他。老先生躺在病床上，看着老太太忙前忙后，花白的头发在灯光下格外刺眼，他突然觉得心里特别愧疚。从那以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老太太做饭咸了，她一定会把碗一推，说：“你想咸死我吗？”现在她会说：“今天这个菜味道不错，就是稍微咸了一点点，下次少放点盐就完美了。你辛苦了。”以前老太太催她去散步，她一定会瞪眼睛说：“催什么催？”现在她会说：“好好好，老婆子，你等我换双鞋，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就因为他管住了自己那张爱指责的嘴，学会了低头说软话，学会了去看见妻子的付出并表达赞美，这个家里的气氛完全变了。老太太的脸上也有了笑容，走路也轻快了很多，家里的笑声越来越多，孩子们的生意也越来越顺。这就印证了我常说的那句话：男人的脾气决定女人的福报，女人的嘴巴决定男人的财富。当你们停止指责，开始互相感恩的时候，你们就亲手扭转了生肖上所谓的劣势，用厚德这个最坚固的材料，为你们的家庭建立了最稳固、最安全的大财库。这个财库小偷进不来，水火毁不掉，因为它建在你们的人心深处。我们今天讲了2个天赐的黄金组合，也讲了对象冲组合的化解心法。归根结底，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无论你和你的伴侣是什么生肖，最好的风水其实不在别处，就在你们每天的柴米油盐里，就在你们彼此对视的眼神里，就在你们开口说话的语气里。2个人能够在这一生相遇相识，结为夫妻，本身就是无量劫以来修来的缘分。这份缘分比什么生肖都重要。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抱怨老天没有给我们一副好牌，而是要把手里现有的牌打到最好。属鼠的和属牛的，要珍惜你们的务实和默契，不要因为太熟悉而忽略了对方的感受。属虎的和属猪的，要珍惜你们的互补和包容，不要因为对方的退让而得寸进尺。至于那些生肖相冲的朋友，你们更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因为正是有这些摩擦和磨合，才让你们有机会修出一颗更加柔软、更加宽容的心。这颗心就是你们家庭最大的财富。最后，我要对每一位正在观看这个视频的朋友说几句重话，也是掏心窝子的话。人生在世不过短短数十年，夫妻之间是前世500次回眸才换来今生一次擦肩而过，能够同床共枕，生儿育女，这是多么深的缘分。不要因为一点小矛盾就恶语相向，不要因为一些旧观念就耿耿于怀。对照一下，你和你的老伴是今天提到的这2个生肖组合吗？如果是，请在下方评论区留下家和万事兴，来确认这份3世修来的大福报，让你的家庭得到天地正气的加持。那你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最爱的另一半。也许他正在隔壁房间看电视，也许他正在厨房里忙活，你把这个视频发给他，就是一次最温暖的爱的表达。同时你要转发给家里的孩子，让这份温馨的能量在你们全家传递开来。但是最后我要说一个最关键的要求，如果你今天听到了这些智慧，觉得有一句话打动了你，觉得有一分道理让你幸福，那你就必须没有任何借口地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
并且一定要打开那个小铃铛。我不是在请求你，我是在为你好。因为你错过了今天的视频还可以回看，但如果你错过了我以后要讲的关于如何化解家庭矛盾，如何积累财富，如何教育子女的更深层的内容，那是你自己的损失。我虽然不能时时刻刻陪在大家身边，但我希望通过这些视频能够把古圣先贤的智慧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给你们，帮助你们的家庭更和睦，事业更顺利，人生更圆满。该说的都说了，该劝的也都劝了，接下来怎么做就看你的行动了。赶紧去订阅、分享、留言。